你觉得这轮科技股下跌仅仅是市场情绪不好吗？不对，这次真正危险的是支撑 AI 牛市的两根柱子很可能同时不稳定，一根被叫做增长神话，另一根是降息预期。要是这两根一块儿出问题，那就不只是普通的回调，也不是跌多了就会自己涨回来，更像是市场突然意识到过去几年一直深信不疑的那个故事，有一部分可能没办法再讲下去。你也许会说，纳斯达克跌一点，半导体跌得多一点，这很正常。但问题就在这里，真正危险的信号不在于指数跌了多少，而在于资金为什么开始往外跑。要是你也想弄明白这个问题，先随手点个赞或者收藏一下吧。后面讲到算力债务链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不是某一家 AI 公司营收没达到预期，而是一整套市场信仰在接受压力测试。2026年4月28号，美股科技板块突然间变得有点不太好。纳斯达克100指数下跌超过1%，费城半导体指数大幅度下跌3.58%，英伟达、Supermicro、博通等 AI 算力链里的核心企业跌幅在1.6%到4.4%不一样。更严重的是，软银和 ARM 直接下跌8%到10%。要是你只看行情软件，会感觉全是红色。但当你把这些名字联系起来看，就会发现下跌最明显的不是那些早就被市场看衰的公司，而是过去被当作 AI 时代基础设施的公司。也就是说，市场不是随便撤离，而是在从 AI 肯定会继续爆发这一逻辑里撤离。过去的一段时间里， AI 股票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当下赚了多少钱，而是大家觉得它未来肯定能赚不少。只要未来的前景足够宽广，眼前的亏损、花钱、欠债、估值等都能说成是投入的时候。比如一个创业者站在你面前说，我现在没有利润，但我在改变世界。要是故事足够宏大，你还真有可能会点头。可市场害怕的不是故事宏大，市场害怕的是故事还没实现，账单却先来了。OpenAI 的问题就在这里，它过去一直被当作 AI 浪潮的精神象征。很多人对 AI 的想象不是来自财报模型，而是从 ChatGPT 带来的那种冲击力来的。机器忽然就能回答问题、写代码、做图像、理解上下文，好像通向下一代互联网的大门一下子就打开了。但现在问题来了，这个帝国到底靠什么赚钱？从目前所看到的线索来讲， OpenAI 并没有呈现出市场所期望的那种越做越精、越做越挣钱的情况，反倒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花钱机器，营收以及用户增长都没有到达预期。ChatGPT 周活10亿的目标也没有实现。更刺激市场神经的是， Sora 这个曾经被觉得有巨大想象空间的视频生成产品，由于成本太高，在2026年3月被秘密关掉，每天要花1500万美元，而营收却只有210万美元。把这个数字放到口播里都显得有些离谱。你能够把它想象成一家生意非常火爆的餐厅，门口天天都在排队，所有人都讲他要改变餐饮行业，结果老板一计算账目，每天卖出去210万，厨房、人工、房租、原材料加起来花掉1500万。顾客是来了，热烈也是真热烈，但是越热烈亏的就越快。这就不是流量的问题了，这是商业模式的问题。很多人以前说起 AI 的时候，会默认这样一个前提：只要用户越来越多，收入肯定就会增加；只要模型越来越强大，成本肯定就会降下去；只要规模足够大，利润早晚都会出现。听着特别像互联网时代的经典剧本，是不是？先是赔钱抢占市场，然后垄断赚钱。可是 AI 可能没这么简单，因为 AI 的每一次调用、每一次推理、每一次生成都不是没由来的，尤其是视频生成、复杂推理、涨上下文处理，背后消耗的是算力、电力、芯片、带宽，还有数据中心。你觉得用户只是点了一下，实际上后台就好像开了一台特别贵的机器在帮你运转。传统软件的边际成本能够比较低，一个产品开发完成后，多一个用户或许就仅仅是多一些服务器成本。但高性能生成式 AI 并不一样，它使用的越多，账单或许就越大。要是这个方面没有想清楚，就很容易被用户增长这4个字带偏。更为麻烦的是， OpenAI 还要面临竞争压力。Anthropic 在企业级市场的年化收入达到300亿美元，而 OpenAI 是250亿美元。企业市场不是普通用户随便玩玩，企业愿意长期付费，那就意味着产品进入了工作流、预算以及真实业务当中了。要是 OpenAI 在消费者心里还算挺厉害的，可在企业付费市场被竞争对手超过了，那这代表着什么？代表着最有名不一定就等于最能挣钱。资本市场看重的不是名气，而是未来的现金流。你可能有最响亮的品牌，可是要是客户最后把预算给了别人，市场就会开始重新斟酌。我觉得在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情绪的变化。
当市场觉得 AI 是赚钱机器的时候，所有的花钱都被看成是投资。你花的越多，就说明你越有野心；你购买越多芯片，就意味着你越有竞争优势；你签订越多算力合同，就好像你越接近未来。但当市场开始怀疑 AI 挣不到足够的钱时，同样的举动就换了一种说法，不叫投资，而叫累赘。你看，情绪一旦有了变化，财务表上的数字并没有改变，可解释的方式却完全变了。这时候最危险的不是 OpenAI 本身，而是它背后的那条算力产业链。以前大家特别爱用这么个比喻，在淘金热的时候，最赚钱的不是淘金的人，而是卖铲子的人。放到 AI 里，就是不管哪家应用获得成功，英伟达、数据中心、云服务商、算力租赁平台这些卖铲子的公司总会赚到钱。这个逻辑听着挺聪明，可是它有一个隐藏前提，淘金的人得一直有钱去买铲子。要是淘金的人自己现金流都很紧张，融资环境还变得更差，收入抵不上成本，那么卖铲子的人就不会是稳赚的了。更麻烦的是，很多卖铲子的人不是拿现货卖现货，而是提前借钱扩大生产规模，提前签订长期合同，提前压住未来需求。这会儿要是需求方出了情况，订单就很可能从资产变成风险。CoreWeave 和甲骨文面临的坏账担忧就是这个逻辑的典型例子。要是 OpenAI 这类核心客户有违约的可能性，那么相关算力合同背后牵扯的风险就不只是几千万、几亿美元的小事情，而很可能是数千亿美元级别的压力。你先别忙着觉得这个数字太夸张，算力基础设施本来就是重资产，要建数据中心，要购买 GPU， 要确定电力供应，要安排融资，要偿还债务。它并不像开个网页应用似的，今天需求少了，明天把服务器关一点就行。你前边已经把钱借了，设备买了，合同签了，后边客户忽然说自己消化不了了，那你能怎么办？这就好像你开了一家大型宴会酒店，提前借钱去装修，还买了几十套设备，就因为你觉得未来3年每天都能满场办宴席。可是客户的预算变少了，然而你的桌椅不会自己没了，贷款也不会因为你心情不好就停掉。算力链也是这种情况， GPU 肯定是很值钱的，但得有足够多的人愿意用足够高的价格一直用它才行。要是下游的 AI 公司没钱烧了，或者单位的经济模型不行了，那么上游的高估值就得重新考虑。这就是为什么软银和 ARM 的暴跌也挺重要的，他们不是单独下跌，而是市场在重新评估整个 AI 基础设施这种说法。软银所赌的是未来科技资产， ARM 代表着芯片生态里的关键角色。当他们一起被抛售时，那就意味着投资者不只是担心某一个产品，而是在担心过去几年围绕 AI 搭建起来的资产价格是不是太依赖一个完美的剧本。说到这里，要是你已经开始重新看待卖铲子肯定能挣钱这种说法，那么顺便点个赞，因为这类市场说法特别容易骗人。它不是完全不对，只是常常少了一个条件，谁来付钱，能付多久，钱从哪儿来。不过科技股的问题还没讲完，因为要是仅仅是 AI 自身商业化不顺利，市场或许还会说没关系，就等着美联储降息，流动性一旦回来，高成长类资产又能缓口气。这就是第2根柱子，降息预期。过去很多高估值的资产能支撑着，不只是因为故事听着还可以，还因为市场觉得利率早晚要下降。利率一旦下降，未来的现金流折现回来就会更有价值，融资成本也会降低，风险偏好也会得到恢复。简单说，降息就好像给市场打了一针止痛针似的，不一定能治好病，但能让大家先没那么难受罢了。可现在油价突然就把这个希望给打乱，布兰特原油突破了111美元一桶，阿联酋退出了 OPEC 加，霍尔木兹海峡也有封锁风险。这里面每一个情况都足够让通胀预期紧张起来。你可能会觉得油价和 AI 没什么联系，一个是能源，一个是科技，一个是从地下出来东西，一个是在云端运行模型，什么搭，他们怎么就绑一块儿？但是在金融市场里，很多东西就是这么绑一块儿。油价上涨，运输成本、制造成本、化工成本都会变高，而且还会影响消费者的通胀预期。一旦出现通胀压力，美联储就比较难降息。美联储不降息，高估值的科技股就比较难过得自在。科技股不自在， AI 公司的融资成本就会升高，融资成本升高，烧钱的模式就更难保持下去。绕来绕去，油价最终还是会影响到 AI。这时候美联储就十分尴尬，要是经济放慢，科技股下跌，市场肯定希望降息，但要是油价推高了通胀，美联储降息就可能被觉得是放松的太早了，甚至会让通胀再度出现。你看，这就好像一个人发烧还低血压，医生不能只根据一个指标就开药，药下重了，另一个问题或许会更严重。更为复杂的是，美联储自己也被卷进政治压力之中，鲍威尔存在因政治调查而下台的风险，
而潜在的继任者凯文·沃什立场比较极端鹰派。在这里，最为关键的不是某个人的名字，而是市场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信任已经开始出现动摇。要是投资者觉得美联储的人事变动不再只是专业判断，而是被政治力量强行推动，那么风险溢价就会升高。与此同时，要是沃什真的代表更加强硬的流动性收紧方向，那么市场之前所赌的降息路径就更没法成立了。缩表、保持高利率，甚至进一步强化抗通胀的态度，都会让高估值的资产承受压力。这里有一件特别反常识的事情，很多投资者担心的是经济情况不好，因为经济不好会对赚钱有影响。可在现在这个环境里，市场更担心的是经济不够差，通胀不够低。因为要是这样的话，美联储就没足够的理由去降息，企业还要承受成本方面的压力，并且估值的面对高利率折现的情况。你可能听说过高利率对科技股不好这类说法，但这个说法太笼统了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像 AI 这类资产的估值本来就高度依赖未来，它实现很多赚钱的时间越往后，就越对利率敏感。而且要是当下还没有稳定的利润，那它的估值就更得靠着信念来保持。信念这类东西既十分厉害，又相当脆弱。当市场上涨的时候，能让人把很多问题都忽略掉；而当市场下跌时，又会让人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找出来审视一番。所以这次市场有变化，并不能只理解成科技股下跌了，我更愿意把它看成3层逻辑一起翻转。第一层， AI 增长的故事开始让人起疑心了。OpenAI 的商业化面临压力， Sora 成本不好控制，在企业市场竞争处于落后地位，技术进步的边际效益变慢，这些都在动摇一个核心假设： AI 能不能以足够快的速度把大量投入变成足够大的收入？第二层，算力产业链的安全感被打破了。以前大家觉得售卖算力是最稳妥的，但现在发现，如果下游赚不到钱，上游的订单、债务还有扩张等情况都可能反过来给自己找麻烦。所谓基础设施不是天生就安全可靠的，它只不过是风险传导的更慢、更隐蔽罢了。第三层，宏观流动性的退路被堵住了。油价、通胀、地缘风险、美联储人员变动，把降息预期搅得乱七八糟。市场本来以为后续会有流动性来支撑，现在发现这支撑或许不会马上来，甚至可能变得更遥远了。这3层叠加在一起，才是让市场真正紧张的原因。要是仅仅是一家公司出问题，投资者还能换一家公司；要是仅仅是一个行业估值太高，资金还能在科技内部轮转；要是仅仅是一次宏观冲击，大家还能等着政策转变。可现在不是这样，现在是从公司基本面到产业链债务，再到宏观利率环境，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施加压力。这个方向就是别无条件相信远期的故事了。先看看眼前的现金流吧。所以你就会看到资金开始往所谓的旧经济回流了。可口可乐、通用汽车这类名号，在 AI 狂热的时候听着一点吸引力都没有。一个是卖饮料的，一个是做汽车的，他们的故事没有科幻色彩，也没有下一代智能文明那样的想象空间。可是他们有一个优点，现金流比较容易弄清楚。当市场风险偏好处在高位的时候，投资者喜欢远方的故事，只要天花板够高，今天亏一点也能忍受。可要是风险偏好降低了，大家马上变得非常实际。你现在到底赚不赚钱？你的客户还会不会一直买？你的成本能不能转嫁给别人？你的资产负债表有没有压力？你能不能抵抗通胀？这时候旧经济反而有了新的吸引力。你看，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最让人犯难的地方。第一块倒下的时候，大伙还会说它特殊；第二块倒下的时候，大家就说可能只是巧合。等第3块、第4块开始晃动时，市场才发现，他们其实一直被同一张桌子支撑着。那普通观众真正得学的是什么？不是让你马上就去判断哪只股票明天是涨还是跌，真正重要的是你得学会拆分趋势。当一个市场故事特别热门的时候，你可别只去问他有没有想象力，你得问几个更冷静的问题：谁在掏钱？掏的钱能不能把成本给覆盖掉？成本下降有没有真实的证据？增长是用户在增长，还是收入在增长？上游企业的订单是稳定的现金流，还是基于客户接着融资的前提？宏观环境要是不合适，这个故事还能保持多久？这些问题听着没那么有意思，但他们能帮你避开很多看起来挺华丽的坑。这里还要跟你说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，有的人一看到科技股跌了，马上就说泡沫破了， AI 是骗局，这样的判断太草率。AI 不是没有价值，问题在于价值实现的时间、途径还有成本，或许比市场预想的更加复杂。真正成熟的投资判断，不是从盲目相信直接过渡到盲目否定，而是把故事分解开，重新给每一部分确定价格。这也就是旧经济回流不只是防守的行为，实际上是市场审美的改变。以前大家爱听大故事，现在大家爱瞅真账本；以前大家奖励烧钱扩张，现在大家奖励有现金流。
以前大家追逐未来想象，现在大家又重新看看当下利润。对于投资者来讲，接下来最要紧的不是去追逐热点，而是要守住自己的判断力。特别是在这样信息密度很高、情绪变化很快的阶段，你会看到很多极端观点，这边说 AI 完全崩塌，那边又说这是黄金坑，两边都挺有煽动性的。但你可别被情绪带着走，你得做的就是盯着几个关键变量，比如 OpenAI 这类核心 AI 公司的收入质量有没有改善， AI 推理和训练成本是不是真的降了，算力基础设施公司客户集中度和债务压力有没有缓解，油价跟通胀是不是还在高位，美联储的人事和政策方向是不是进一步变得更鹰派。我清楚，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那么一点沉重。科技创新本来是让人兴奋的事情，现在怎么就和债务、油价、通胀、美联储牵扯上关系了？可这恰恰就是资本市场最真实的样子。一项厉害的技术到了市场里面，也得去面对成本、融资、竞争、政策还有周期这类事情。要是 AI 公司可以证明收入在迅速增长，成本明显降低，企业客户一直在掏钱，那么市场肯定有重新给他们信心的可能性。但要是接下来看到更多项目收缩，更多算力合同有压力，更多融资犯难，那么市场对 AI 高估值的容忍程度就会接着往下降。到了那时候，调整并不只是股价那一个方面的事情了，而是整个行业资源分配都会起变化，钱会从听着最叫人激动的地方流到看着最能活下去的地方。市场繁荣的时候，大家都爱聊梦想；市场紧张的时候，就会有人问你晚饭钱在哪。一家公司也是这样，愿景就算再宏大，要是每一步都得靠着越来越多的外部资金来保持，那它就会特别依赖环境。一旦融资环境变冷淡，它的主动权就会变少。那回到开头，为什么我说这次不是普通的下跌？因为它不是单个坏消息，而是对一个完整叙事的压力测试。OpenAI 让市场对 AI 商业化的速度起了怀疑，算力链让市场看到债务脆弱性，油价和通胀堵住了降息的想象，美联储的变化又让流动性预期更紧张。好几条线一块收紧，才让科技股那种只要未来够美好，当下就能够无限乐观的逻辑没那么牢固了。你觉得你看到的是股价下跌，但往更深处想想，你看到的是市场重新开始算账，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信号。要是这期内容能让你少背一个漂亮故事带偏，或者让你往后看到热门概念时多问问它到底怎么赚钱，那你就定一下。后续我还会接着拆解这种看似只是市场波动，实则背后关联着技术、资本和宏观周期的大问题。最后给你留个问题，要是一项技术真会改变未来，可当下的价格已经提前假定它肯定成功，肯定盈利，肯定不会碰到资源瓶颈，那你买到的究竟是未来，还是别人已经讲完的未来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只要你开始这样询问，至少你就不会只站在情绪最热烈的地方被市场推着走。这个视频里的内容是用来分享信息还有讨论个人看法的，不是像投资、金融、法律、医疗这类的专业建议。要是碰到投资决策、资产配置、健康、法律这类事情，不去咨询有资质的专业人士并不行。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、信息来源还有现实情况都不一样，得结合自己的情况理性的去判断，并不能因为一个观点就冲动的做决定。